几十个男性兽人光着身子在雪地里跪成一排，看客们哄笑着指指点点，人牙子敲着木锤喊价，1颗灵石即可带走兽人奴隶。前世我花了3颗灵石买走一只小鸟，倾尽资源将它培养成凤凰，最后他却将我推入魔渊，看我惨死。重活一世我不再选他，他却跪在雪中抓住我的衣角。大人，求您疼我。我重生了，重生回到买走沈回风的前一刻。这里是朔北城的奴隶市场，积雪终年不化，我还没从被魔族撕碎神魂的剧痛中缓过神，本能地拢紧了身上的血狐球。几十个兽人奴隶跪在雪地里，大多数是未觉醒的低等血脉，兽耳蔫蔫地耷拉着，尾巴冻得蜷缩在腿间，人牙子的吆喝声在耳边响起。各位老爷夫人、大小姐看看嘞，品相都是极好的。哎，那个红头发的是凤族血统的吗？哎呦，凤族那可是高等血脉，哪能流落到这儿？我站在人群外围，目光一瞬间捕捉到了那一抹红，前世的情景在脑中翻涌。就是在这里，我一眼看中了跪在角落的沈回风。那时的他垂着头，凌乱的红发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我看见了他脊骨处隐隐流动的金色纹路，那是高等羽族才有的凤鳞骨，只是不知为何被封印了。于是我买下了他，带回领霄宗。此后10年，我用了无数天才地宝喂养他，甚至偷走了父亲的血魄凝晶为他觉醒。他的修为一路暴涨，最后果然觉醒成凤凰，被父亲指定为继承人。而父亲渡劫失败陨落后，沈回风接任宗主的第一件事便是废我修为，将我丢进了魔渊裂缝。木灵雪，我天生就是凤凰，你的那些施舍不过是为了满足你高高在上的虚荣。在魔渊的3日，我被低阶魔物啃食血肉，神魂一寸寸碎裂。闭眼前的最后一刻，我听见魔族正谈论着领霄宗新宗主与天眼宗圣女联姻之事。一个魔族指了指奄奄一息的我说：“天眼宗圣女楚月兰，不就是他的死对头吗？”另一个魔族嘻嘻一笑说：“所以他才得死啊。”如今我重生回这一切尚未发生的时刻，人牙子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拽回。他正拍着沈回风的肩膀问哪位要买这个。前世的我在此刻举手，而这一世，我将目光从沈回风身上移开，却意外被另一个人吸引了视线。那是个黑发沾满污血的少年，他跪得很直，脊背绷出瘦削的线条，耳后隐约有银色细鳞，但被冻得暗淡无光。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在凌乱发丝下闪烁着暗金色的微光，我看不出他的血脉。一般来说，只有2种人我会看不见，一是没有血脉传承的凡人，二是血脉等阶远超我窥探之力的存在。他显然不是前者。我沉吟片刻，抬手指向他，人牙子一愣：“这位仙子，这个虽然相貌好，但多半是混血混废了的，您确定要买吗？”我点点头，正准备掏钱，一道熟悉的女声响起：“这个人我要了。”前世我在奴隶市场买回一只小鸟养成凤凰，最终却被他丢进魔渊，身死道消。重活一世，我本打算独美，却意外看中了一个不凡之人。就在我要将他买下时，一道熟悉的女声却突然响起：“这个人我要了。”一抹冰蓝色的身影从天而降，轻盈地落在雪地中央。来人的气质高洁出尘，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发间那对洁白柔软的狐耳。此人正是天眼宗圣女楚月兰，九尾白狐血脉，我的死对头。修真界将我们并称北境双姝，同为天才，我的修为却总是压他一截，这令他极其不满，而我也厌恶他装腔作势的模样。相看两厌数十年，楚月兰笑盈盈地看着我，狐耳轻轻抖动，眼底却无半分笑意。真巧啊，凌雪妹妹，你也来挑奴隶。他目光扫过我身侧的少年，又瞥向沈回风。他款步走向沈回风，居高临下的大量一番，又转头对我笑：“这个不错，羽族骨相，虽未觉醒，但底子干净。妹妹不介意让给我吧？”我心中冷笑，面上却十分冷漠，表示与我无关，因为我要的本来就不是他。我迅速将灵石塞给人牙子，示意他将我看中的少年带过来。人牙子点头哈腰的接过，打开少年颈间的枷锁，狠狠推了他一把。少年踉跄扑来，我下意识伸手扶住，触到他手臂的瞬间，掌心传来惊人滚烫，他在发烧。而另一边，楚月兰已走到沈回风面前，指尖挑起他的下巴，让他抬头。沈回风缓缓抬头，乱发下露出一张苍白却难掩俊美的脸，尤其是那双微微上挑的凤眸，此刻却暗淡无光。他的目光越过楚月兰，直直看向我，那眼神太复杂，有急切，有哀求，还有一丝怀念。我的呼吸停滞了一瞬，这眼神不像那个冷漠废我修为的宗主，倒像是更早的时候他还唤我师姐时的模样。沈回风忽然挣扎起来，锁链哗啦作响，他竟跌跌撞撞扑跪到我面前，死死抓住我的衣袖，声音嘶哑：“请你带我走吧。”全场哗然，楚月兰脸色瞬间沉下，连狐耳都向后压平了。穆凌雪，你使了什么手段，让个奴隶对你死心塌地？我甩开沈回风的手，后退一步，表示与我无关。沈回风跪在雪地里，额头抵着积雪，声音发颤：“我知道错了，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话如惊雷炸响。什么叫他知道错了？难道他也重生了？楚月兰看着我们府长轻笑，说太有趣了，你们之间肯定有些故事，不过可惜现在他是我的了。他抛给人牙子3块零食，当场取出血气卷轴，咬破指尖，一滴血落在沈回风眉心，契约成立。沈回风浑身一震，绝望地闭上眼睛。楚月兰心情极好的招手，2个侍女上前架起沈回风，他嘴角噙着笑意，瞥了我一眼，带着人御剑离去，消失在风雪里。我站在原地，看着雪地上沈回风跪出的痕迹，心中翻江倒海。若他真的重生，若他真的悔悟，我摇头驱散这可笑的想法。悔悟，他不过是发现自己重新跌落尘埃，知道没有我的付出，没有凌霄宗的扶持，他一个奴隶永远无法觉醒成凤凰尊者。他不是悔悟，是害怕。就在这时，一个虚弱的声音响起，唤我恩人。我回过神，看向身边摇摇欲坠的少年，他脸色苍白如纸，唯有那双暗金色眼睛依然明亮。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沉默片刻，说他没有名字，人牙子叫我17。我嗯了一声，说那从今天起你就叫洛川。我取出一颗疗伤丹药塞进他嘴里，见他气色稍好，我照出飞剑，带他一同御剑而起。风雪扑面，几息间，凌霄宗7座雪峰的轮廓在远处山巅浮现。凌霄宗坐落在北境最高雪峰之巅，终年积雪，灵气却浓郁如实质。7座主峰呈北斗排列，我所在的双岭峰是宗主一脉所在。我将洛川安置在外门弟子居所，嘱咐执事教他基础引气诀，便直奔父亲闭关的寒渊洞。洞府石门缓缓打开，父亲盘坐在冰玉床上，周身萦绕淡蓝寒雾。他是元婴后期大修士，距离化神只差一步，但也正是这一步，前世让他陨落在雷劫之下。我跪下行礼唤他父亲，他睁开双眼，缓缓开口，听说你在寒渊城买了个奴隶。我点点头说他身负大气运，我想结个善缘。另有一事求父亲准允，女儿想入冰域秘境闭关3年。穆晨寒眉头微蹙，说冰域秘境乃宗门禁地，其中寒气虽可助修炼，但稍有不慎便会伤及经脉，你才筑基中期，太过冒险。我声音坚定，说女儿心意已决，若不能突破金丹，永不出关。这话说得决，连父亲都愣了一瞬，他仔细打量我，半晌才叹道你母亲早逝，我平日里疏于管教，却也知你性子温和，不喜争斗，今日这是怎么了？我无法直言重生种种，只能道前些日做了噩梦，梦见宗门遭遇劫难，自己修为低微，无力回天。父亲听完我的话，沉吟良久，终于点头说3日后秘境开启，你好生准备。我谢过父亲，离开寒霜洞，去了一趟藏书阁，用宗主令调阅所有关于特殊血脉和隐脉的典籍。3日后，我将洛川换至双岭峰主殿，经过几日调养，他气色好了许多，洗净后的面容如雕刻般俊美，尤其那双暗金色眼眸，在雪光映照下流转着神秘光泽，耳后的银鳞也恢复了些许光泽。我开门见山说，我要闭关3年，这期间你留在双岭峰，执事会教你基础引气诀，若你能引气入体，便算正式踏入仙途，若不能，3年后我出关，会给你一笔钱财，送你下山安稳度日。洛川静静看着我，问您为何对我这般好？我摇头说谈不上好，与你结个善缘而已，你若有心便好好为我做事，若无心也希望你以后莫与凌霄宗为敌，就这么简单。这回答出乎洛川意料，他眼中闪过疑惑，却没多问，只郑重接过我放在桌上的丹药和功法，说我明白了，并不辜负恩人。我只是笑笑，因为前世的沈回风也这样说过。当天午时，我踏入冰域秘境，入口关闭的瞬间，彻骨寒意扑面而来，这里没有日夜，只有永恒的冰雪和呼啸的寒风。我寻了一处冰洞，布下防护阵，开始了疯狂的修炼。前世我在沈回峰的甜言蜜语中荒废太多时光，直到被废修为时才堪堪金丹初期。这一世，我要把失去的全部夺回来。我将凌霄真诀运转到极致，冰灵气如潮水涌入体内，在经脉中横冲直撞，剧痛从四肢百骸传来。我死死咬住牙关。第1年，我从筑基中期突破到后期；第2年筑基大圆满；第3年深冬，我冲击金丹，丹田内的真气疯狂旋转压缩，每一次都伴随着经脉断裂重组的剧痛。不知过了多久，丹田中心终于亮起一点金色光芒，那光芒起初微弱如萤火，渐渐稳定壮大，最终凝结成一枚龙眼大小的金色丹丸。丹成瞬间，磅礴灵力从丹田涌向全身，所有疼痛一扫而空。金丹初期成了。我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浊气离体后即凝成冰晶落地，是时候出关了。走出秘境时，
守门长老看见我，惊得手中酒葫芦都掉了，伸出3根手指说3年结成金丹。我微微一笑，点头示意后，遇见飞回双岭峰。路上遇到几个相识的弟子，他们见了我，皆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待我飞远后，窃窃私语才飘入耳中。3年从筑基中期到金丹，什么怪物？我调转飞剑，翩然落在那位弟子面前，故作惆怅地说：“真羡慕诸位能如此心大。毕竟宗门大比后，部分弟子就要被派去魔渊边缘历练，想来各位都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定能在魔族手下活下来吧。”看到众人的脸色阴沉下来，我满意的离开。前世我堕入魔渊时就发现魔族已在试图突破结界，我死后只怕入侵已开始。凌霄宗是父亲的心血，也是我弟家园，我希望弟子们抓紧变强，好迎接未来的挑战。回到双岭峰，执事告诉我洛川在后山练剑，我寻过去，看见的场景却让我正在原地。后山空地上，洛川手持木剑，剑招凌厉非凡。更让我震惊的是，他周身萦绕着淡淡的灵力波动，这是炼气期的标志。3年，从毫无修为到炼气3层，这速度远超普通弟子。洛川察觉到我的气息，收剑转身，眼中闪过惊喜，迎上来说：“恩人出关了。”我上下打量他，问：“你是如何引气入体的？”洛川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只是按执事教的方法，第3日便感觉到灵气，不过灵气入体后会自动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力量。”他摊开手掌，掌心浮起一缕暗金色的光芒，那光芒古老而威严，带着洪荒般的气息。我心头一震，问：“除了执事还有谁知道？”他摇头说：“没有，只是让我专心修炼，莫要声张。”洛川顿了顿，继续说：“恩人闭关这段时间，宗门发生了不少事。原来自我闭关后，楚月兰带着沈回峰回了天眼宗。沈回峰果然如前世般展现出惊人天赋，1年内从炼气到筑基，如今已是筑基中期，被楚月兰收为亲传弟子。而楚月兰本人也突破到金丹中期。”洛川看向我说：“2个月后便是百宗大比，楚月兰和沈回峰都会参加，恩人要参加吗？”我眼神坚定说：“我不仅要参加，还要拿第一。”从这天起，双岭峰的气氛变了。我制定了严苛的修炼计划，寅时起床练剑，辰时打坐练气，午时研习法术，申时实战对练，戌时研读典籍。每天只睡2个时辰。起初只有洛川跟着我练，后来几个内门弟子看不过去，觉得我这个宗主之女在作秀，便也咬牙跟着练，想看看我能坚持多久。1个月后，跟着我修炼的弟子全部突破了一个小境界。消息传开，全宗轰动。我之前那番话被传得沸沸扬扬，弟子们一个个紧张起来，生怕落后。凌霄宗陷入疯狂内卷，演武场人满为患，连父亲都被惊动了。大师兄墨渊第一个找上门来，他是金丹初期，卡在瓶颈已5年有余，问我那修炼方法是否真那么神奇。我扔给他一本手札，说是我整理的心得。墨渊将信将疑的接过。10日后，他突破到了金丹中期，这下宗门彻底炸了锅。双岭峰弟子蜂拥而至，我来者不拒，不仅倾囊相授，还制定了针对不同修为弟子的修炼方案。3个月后，双岭峰整体实力提升了3成，其他6峰也坐不住了。天剑峰大师兄来交流切磋，被我10招内击败。丹霞峰师姐来探讨丹道，发现我的炼丹造诣竟也不输于他。到后来，连个峰长老都偷偷跑来，想看看我们到底在练什么神功。父亲亲自来双岭峰视察那天正值寅时，天色未明，演武场上却已站满了弟子，剑光凛冽，法术璀璨，呼喝声震天响。父亲站在云端看了半晌，转头问身边的执法长老：“这情况持续多久了？”执法长老擦汗说：“3个月了。现在各峰弟子都在效仿，凌霄宗已经3个月没人在白天睡过觉了。”沐晨寒表情复杂，最终化作一声叹息，说：“随他们去吧。”离开前，他深深看了我一眼，传音让我在宗门大比后去含冤洞见他。我知道父亲看出了我的变化，从前那个温软怯懦的女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修炼狂魔，卷王之首。但我无悔，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份紧迫感来自何处。离父亲渡劫陨落只剩不到2年了，可就在宗门大比前1个月，意外发生了。那日我在后山练习新领悟的剑诀冰封万里，此诀威力极大，却也对灵力控制要求极高。我急于求成，强行催动超出负荷的灵力，导致经脉逆行，一口鲜血喷出，从半空坠落。洛川第一个冲过来接住我，我意识模糊间看见他眼中暗金色光芒大盛，一股温暖而强大的力量涌入我体内，勉强护住了我的心脉。我艰难地说了句叫墨渊师兄来，便昏死过去。再醒来时已是3日后，墨渊守在床边，见我睁眼松了口气。我刚要开口，胸口一阵剧痛，咳出几口淤血。墨渊按住我说：“别动，你强行催动灵力，伤了经脉，至少要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3个月，
那宗门大比就赶不上了。我心头一沉，挣扎着要坐起，却浑身无力。墨渊神色严肃，说你的伤很重，若不静养，恐会留下永久暗伤。宗门大比年年都有，不必急于一时。话虽如此，可我怎能不急？父亲渡劫在即，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拿到宗门继承人的资格。正想着，门外传来喧哗声，楚月兰的声音格外清晰。听说林雪妹妹伤重不治，我特意从天眼宗赶来，送妹妹最后一程呢。墨渊脸色一变，正要出去阻拦，我拉住他说让他进来吧。楚月兰带着沈回风走了进来。3年不见，沈回风已长成俊朗青年，一身装束恢复了前世的华丽。看见我时，他眼中闪过复杂情绪，有担忧，有懊悔，还有我看不懂的痛楚。楚月兰故作惊讶，问妹妹这是怎么了？听说你练功走火入魔。他摇头叹息，说修炼之事最忌心急。妹妹该不会是看我进步神速，急坏了吧？沈回风低声开口，说圣女少说2句吧。楚月兰的胡儿抖了抖，挑眉说我说错了吗？她走到床边，俯身看我，故作贴心道我与妹妹情同姐妹，也与你说过多少次，修炼要循序渐进，妹妹这般急功近利，受伤了我也很伤心啊。我平静地看着她表演，等她说完，才缓缓吐出一口血，声音虚弱到姐姐说的是，这次受伤是我鲁莽了。我泪眼婆娑，捂着胸口道我时日无多了，姐姐快走吧，我见你就嫉妒难平。楚月兰眉眼舒展开来，故作惊讶，说妹妹这是说什么傻话？莫渊知我与楚月兰不和，虽然不明白我为何要这样说，依旧无条件站在我这边。他一脸悲伤的点头说师妹伤及心脉。丹霞峰长老也束手无策，楚月兰眼中闪过狂喜，狐狸尾巴都快立起来了，又被他强行压下。他故作悲伤地掏出血狐簪，说这簪子陪了我多年，愿妹妹来世平安喜乐。说罢匆匆离去，生怕多待一刻就会笑出声。沈回风却站在原地，满脸震惊。他快步走上前，刚想抓我的手，我冷冷收回。他喃喃道不可能，你明明一直很健康。我偏过头不看他，让墨渊师兄帮我赶他出去。沈回风目眦欲裂，喊着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会弥补你，会娶你的。墨渊哈了一声，反手把沈回风丢了出去，冷冷吐槽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肖想领霄宗宗主的女儿？我拿着楚月兰的血狐簪，心情大好。墨渊无奈地问我，你就不怕他发现真相？我眨眨眼，说毕竟早晚都会死，只是时间问题罢了。提前收陪葬品还能用得上，真等我死了再收，有什么用呢？墨渊被我的歪理噎得说不出话。万万没想到的是，领霄宗上下居然都听说了我要死的消息，弟子们一个个拿着灵气法宝来找我，哭得撕心裂肺，说师姐年纪轻轻怎么救？这些宝贝都给师姐做陪葬品。我本想解释，但看着那么多宝贝，最后装作柔弱的收下了，平静地接受了我要死的事实。洛川也急急忙忙来了，他不敢置信地问恩人怎么样了。我笑吟吟对他伸手，问你给我准备陪葬品了吗？洛川摇头，声音低沉而坚决，说你不会死的。说罢匆匆离开，我都没来得及喊住他。深夜，洛川又来了，我刚想解释，谁料我们脚下同时亮起阵法，金光从地面涌出，复杂古老的符文盘旋上升，将我们笼罩其中。我震惊地看向洛川，他面容温柔而坚定，暗金色眼瞳在夜色中灼灼生辉，柔声说，穆灵雪你别死，我答应过要报答你，这是契约阵法，而且是生死同命契，只有人与高阶兽族才能签订契约，双方共享寿命，人死则兽亡，受死人却无事，一般只有上古神兽血脉才可能触发这种契约。金光越来越盛，洛川额前缓缓生出2只短短的黑玉龙角，腰后一道虚幻的龙尾盘踞摇曳，耳后的银鳞泛起流光。我震惊地看着他，你是龙族，契约完成，金光没入我们体内。洛川忽然一怔，随即震惊地看向我，契约成功后，双方能感知彼此的生命状态，而我显然还没有到大限。我尴尬地笑笑，挠挠头说，那个，我本来想解释，可是你太急了。谁知洛川俊美的脸庞上突然滑下一滴泪，他小心翼翼跪在我面前，声音哽咽道，太好了，灵雪你不会死，太好了。我沉默了片刻，问你不生气吗？被骗了，还和我这个骗子结了契约。洛川擦去眼泪，笑着说，自从知道自己的血脉后，我就想和你结契约了，说起来还我赚了。我看着他温柔俊美的脸庞，说，这样不公平的契约，相当于你把命交到我手里了，不后悔吗？洛川依旧跪着，目光清澈，说，没有你，我可能会被凡人买走，运气好也许能吃饱穿暖，平庸一生，运气再好点，偶然踏上仙途，但没有宗门庇护，被人发现血脉，也只会沦落得更惨，而更大的概率是我被买走，会被当作奴隶，最终蹉跎而死。
洛川抬头看我，说你是我真正的贵人，领萧宗上下都是根正苗红的人，宗规清正，你也绝不可能是穷凶极恶之徒，能有你这样的人做契约者，是我的幸运。我张了张嘴，想起前世沈回风说我品性差，面目可憎，我笑着扶起洛川，看着他说，既然你信任我，那我也该回馈你的信任，我会求父亲收你为徒，往后的仙途我们并肩而行。我与洛川彻夜长谈，也说了我怀疑魔族要出事的猜测，洛川不曾怀疑我的话，甚至建议我办个葬礼。第二日，我和墨渊说了这个要求，墨渊瞪大眼睛说你疯了，我说我没疯，我是要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盼着我死，又有多少人会在葬礼上露出马脚。墨渊还想劝，但看我神色坚定，最终长叹一声，答应去安排。父亲还在闭关，宗门事务暂由几位长老一同执掌。墨渊将我的死讯上报后，整个领萧宗震动，双领峰挂起白帆，设起灵堂，冰玉关中躺着一个用幻术伪装的假人，我本人则躲在灵堂暗阁内，透过缝隙观察前来吊唁的人。第一个来的是楚月兰，她带着沈回风，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色。楚月兰看着棺材假惺惺的抹泪，说妹妹怎么就这么走了。沈回风站在她身后，脸色苍白如纸，他死死盯着冰玉棺，拳头紧握，那神情不像是装的。我皱眉疑惑，前世的他在我死时可有半分动容。楚月兰哭了一会儿，开始打量灵堂的布置。当他看见棺椁前摆放的陪葬品时，眼睛亮了，那里有父亲赐的寒玉剑，母亲留下的冰魄项链，也有他的血狐簪，以及宗门弟子前段时间送给我的小玩意。楚月兰感叹到妹妹走得匆忙，这些陪葬品未免单薄了些，转头又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对夜明珠，说姐姐再给你添点。我心里冷笑，夜明珠虽然值钱，却只是凡物，连法器都算不上。楚月兰这是做表面功夫呢。陆陆续续有各峰弟子前来吊唁，让我意外的是，不少人真心实意的哭了，尤其是那些跟着我修炼突破的弟子，跪在灵前久久不起，哭着说没有师姐，我恐怕还在筑基初期徘徊，师姐一路走好。暗阁里的我心中五味杂陈，前世我眼里只有沈回风，忽略了宗门里的其他人，这一世为了变强，我拉着全宗门一起卷，却意外收获了这些真心。也许修仙路上除了实力，确实还需要些别的东西。正想着，灵堂外传来骚动，墨渊急匆匆走进来，面色古怪，说洛川把自己当陪葬品，躺进陪葬坑里了。陪葬坑设在灵堂后方，按照领萧宗传统，重要人物下葬时会有自愿殉葬的仆从或弟子，但这传统已有100年无人践行，毕竟修仙者都惜命。我悄悄来到陪葬坑边，看见洛川真的躺在里面，闭着眼，神色平静。我传音问你在干什么，洛川睁开眼，按金色眸子里映出我的影子，说你死了，我活着也无意义，跟着陪葬显得比较真实。我低声呵斥胡闹，快出来。洛川竟耍起赖，说不出来，除非你答应我以后不再做那种冲动的事。我顿时噎住，知道他在说我急于求成走火入魔的事，又不能现身拉他，只能先回暗阁。这时沈回风却从怀中取出一个锦盒，楚月兰问那是什么。沈回风打开锦盒，里面是一枚通体雪白、散发着凛冽寒气的玉佩。楚月兰惊呼道：冰心佩，这是天眼宗宗主赐你的上品灵器，你拿来做什么？沈回风跪在灵前，将冰心佩放在陪葬品中，低声道：灵雪师姐生前最喜欢血色。楚月兰脸色顿时难看起来，指着他道：沈回风，你这是什么意思？沈回风起身直视楚月兰，说这是我的东西，我想给谁就给谁。楚月兰气得炸毛，指着沈回风说：你忘了是谁把你从奴隶市场带回来的？沈回风声音嘶哑，没有丝毫退让，说我没忘，所以这条命是你的，但这玉佩是我的。两人对峙间，墨渊站了出来，说逝者面前莫要争执。楚月兰狠狠瞪了沈回风一眼，甩袖离去。沈回风却没走，他在灵前跪了整整1夜。暗阁里地，我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冰心佩是上品灵气中的珍品，可镇心魔护神魂，对修行大有裨益。前世我为沈回风求来后，他一直贴身佩戴，连我要看一眼都不给，如今他却把它放在我的陪葬品中，可惜迟来的真心比草贱。第2日清晨，葬礼正式举行，冰玉棺将被送入宗门陵园，陪葬品也会一同下葬。就在冰玉棺即将封棺时，变故发生了，一道威严的声音响彻灵堂：谁说我女儿死了？父亲穆晨寒破棺而出，凌空而至，他落在灵堂中央，目光如电扫过冰玉棺，脸色铁青，呵斥道：胡闹！一挥手，冰玉棺盖飞起，幻术在元婴修士面前无所遁形，假人被识破了，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我见瞒不下去，只得从暗阁走出，跪在父亲面前，说女儿不孝，让父亲担心了。
父亲看着我，眼中又是气恼又是庆幸，最终化作一声长叹，回首让我起来，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将事情原委道来，只是隐去了重生和试探的部分，只说想借假死看清人心。父亲听完沉默良久，目光扫过陪葬品中的冰心佩，又扫过陪葬坑里的洛川，最后落在满脸错愕的楚月兰身上。他缓缓开口说：“楚圣女，见我女儿没死，你很失望。”楚月兰脸色煞白，试图辩解，父亲摆手打断：“不必说了，宗门大比在即，大家都去准备吧。”他看向我，眼神复杂，说：“凌雪，你随我来。”我跟父亲回到含冤洞，他不下隔音结界，第一句话就让我心惊：“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我心中警铃大作，面上却故作茫然，问父亲指什么？父亲直视我的眼睛，说：“你闭关3年，出关后疯狂修炼，如今又弄出假死，是不是预感到我渡劫会失败？”我张了张嘴，不知该如何回答。承认，那要如何解释预感的来源？否认，父亲何等敏锐，岂会相信？他见我沉默，叹了口气说：“看来是真的，难怪这些年我常有心悸之感。化神雷劫，我确实没有把握。”我焦急开口说：“既然没有把握，可否暂缓渡劫，待准备更充分些？”他打断我说：“来不及了。”父亲苦笑一声，说他寿元将近，若不渡劫，最多也只有10年可活，与其等死，不如一搏。我握紧拳头看着他，说：“女儿会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父亲摸了摸我的头，眼神慈爱，说：“你长大了，若我渡劫失败，凌霄宗就交给你了。”我摇头说：“不会的，父亲一定会成功的。”他没再说什么，只是从怀中取出一枚冰蓝色令牌，说：“这是凌霄宗主令，你收好，若我真有不测。”我颤抖着手接过令牌，心中酸楚难言。前世这令牌最终落在了沈回风手中，这一世我绝不让历史重演。我抬头说：“还有一事，求父亲收洛川为徒。”我坦白了洛川是龙族，以及我们缔结生死同命契的事。沐晨寒沉默片刻，见我神色坚定，松口说罢了。既然已结契约，便是生死与共的同伴。3日后行拜师礼。从含冤洞出来后，我径直回了双岭峰。灵堂已经撤去，陪葬品堆放在主殿里。洛川也从陪葬坑出来了，正站在殿前等我。他轻声道：“你没事就好。”我看着满殿的陪葬品，忽然笑了。死了才拿到这些，多亏啊！还是活着享受比较好。我看向洛川和墨渊，说还是多亏了洛川的想法，也感谢师兄陪我胡闹。墨渊摸着下巴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说：“我是不是也该办个葬礼？正好收点陪葬品，渡劫时可以用。反正这些东西既然拿出来了，也不好再收回去。”我笑着支持他，随即拿起冰心佩，入手冰凉，却有一股暖流顺着经脉游走，果然是上品灵气。我宣布这玉佩我收了，其他的分给这次配合演出的弟子们，就当辛苦费。墨渊眼睛一亮，说：“这主意好。”正说着，楚月兰冲了进来，脸色铁青到木凌雪：“你敢诈死骗我的血狐簪和冰心佩？”我慢条斯理地把玩着冰心佩，说：“楚圣女这话就不对了，玉佩和簪子都是你们自愿给的，不是我骗的。”李青情意重，我心领了。楚月兰气得浑身发抖，虎耳后压，尾巴毛都炸开了，伸手让我把东西还给他。我抱紧宝贝说：“我就不还。”楚月兰一把拔出长剑，说：“那你跟我决斗。”我挑眉问：“你确定？可能会输得很惨呢。”楚月兰怒喝一句：“少废话！”一剑刺来，剑气如虹。我侧身避开，冰心佩自动护主，形成一个淡蓝色的防护罩，将剑气尽数挡下。我赞叹果然是好东西，反手一剑还击。我们站在一处，剑气纵横，灵光四射。楚月兰招式狠辣，招招致命，我则稳扎稳打，借冰心佩之力游刃有余。百招过后，楚月兰渐渐力不从心，她停下来喘息着，眼中满是不甘，说：“你怎么会3个月就突破到金丹大圆满了？”我收剑说：“因为这3个月，我一天也没闲着。”楚月兰脸色煞白，咬牙到：“宗门大比上，我会让你见识我真正的实力。”他转身欲走，却在门口撞见匆匆赶来的沈回风，两人对视，气氛尴尬。楚月兰冷哼一声，御剑离去。沈回风走进殿内，看着我手中的冰心佩，欲言又止。我先开口说：“玉佩我不会还你，既然给了就是我的。”沈回风摇头说：“我没想要回来。”他顿了顿，压低声音问：“可否借一步说话？”我让墨渊和洛川先退下，殿内只剩我们2人。沈回风沉默良久，终于开口道：“你是不是也回来了？”我心中一震，面上却不动声色，问：“回哪里？”沈回风直视我的眼睛，声音发颤，说：“我知道你恨我，前世是我负了你，是我眼盲心瞎，为了权势地位，辜负了你的真心。”他跪了下来，说：“我不敢求你原谅，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弥补。”我冷笑一声：“如何弥补？把我受过的苦也受一遍？还是说你以为几句话就能抹去一切？”
沈回风抬头，眼中含泪，说我知道不能，但这一世我会站在你这边。他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楚月兰背后有人，你要小心。我皱眉问他什么意思。沈回风低声道，我前世死后魂魄未散，看见了一些事，楚月兰与魔界有勾结，而你父亲渡劫失败，也是他动了手脚。我瞬间浑身绷紧，说你说什么？沈回风神色痛苦，说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只是当时为时已晚，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他得逞。我盯着他，试图分辨这话的真假。良久后，我缓缓道，我凭什么信你？沈回风从怀中取出一枚流影石，注入灵力，石中浮现画面，那是楚月兰的圣女殿。楚月兰坐在主位，一个黑袍魔修站在她身旁，魔修声音嘶哑，说恭喜仙子，修为再进一步。楚月兰抚摸着手中一枚漆黑令牌，眼中满是得意，说后续只要魔族帮我弄死沐尘寒，天眼宗就会是北境唯一大宗了。魔修问他那约定之事，楚月兰说放心，待我彻底掌控宗门，便打开护山大阵，迎你们入主北境。画面到此为止，我浑身冰凉，手脚发麻，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前世父亲渡劫失败，我被废修为丢入魔渊，一切的一切都是楚月兰的阴谋。沈回风收回流影石，说这是我趁楚月兰不备，用灵力藏在圣女殿记录的。他苦笑道，我本想直接揭露她的真面目，但我怕你不信我，更怕打草惊蛇。楚月兰背后的人实力深不可测。我闭了闭眼，压下心中翻涌的恨意，深吸一口气，说我知道了，你先回去，不要让他起疑。他又唤了一声明雪，我打断他说，沈回风，无论你说的是真是假，前世你对我的伤害我不会忘记，如今我们只是暂时合作，各取所需，待此事了结，你我两不相欠。沈回风脸色一白，最终低声道，我明白了。他转身离去，背影萧索，我独自站在殿中，握紧了冰心佩，玉佩传来阵阵暖意，却驱不散心底的寒意。楚月兰，这一世我们慢慢算账。洛川从暗处走出，暗金色眼瞳注视着我，问你信他了？他只字未提我们重生的事。我摇头说当然不信，他应当是真假混合着说的。但无论如何，楚月兰与魔族有染这件事八九不离十。我问洛川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洛川看着我笑，说没有。他走到我身边，说我对沈回风没兴趣，我只在意你高不高兴。我释然的笑笑，是啊，真正在乎一个人，只关心他开不开心，怎么会在乎其他的？前世我怎么就不明白呢？宗门大比如期而至，各大宗门齐聚天双峰。演武场上人山人海，高台上坐着我父亲和各宗宗主长老。楚月兰坐在天眼宗宗主下手，一袭冰蓝长裙，狐儿雪白，美得夺目。我带着领霄宗弟子入场时，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问那就是穆凌雪，听说1个月前还重伤垂死，都办葬礼了，结果居然是个乌龙。楚月兰冷冷扫了我一眼，传音说听说你已经金丹期大圆满了，好手段啊。我微笑回应过奖了，你也不差啊。楚月兰冷哼一声，不再说话。大比开始，先是炼气期弟子比试，领霄宗弟子表现优异，10人参赛，8人进入第2轮。接着是筑基期，墨渊亲自带队，领霄宗筑基弟子如狼似虎，几乎横扫全场，尤其是那几个跟着我修炼最刻苦的。招式狠辣，灵力浑厚，让其他宗长老都侧目。丹霞宗长老吕须感叹到，领霄宗这次不得了。天剑宗长老脸色不太好看，他们宗门一直是战力第一，这次却被领霄宗压了一头。终于轮到金丹期比试，我和楚月兰都是种子选手，前3轮轮空，直到16强赛我才第一次上场，对手是丹霞宗的一位师姐，金丹中期，擅长炼丹和火系法术。比试开始，师姐率先出手，一团炽热火球呼啸而来，我挥剑斩破火球，冰灵力与火灵力碰撞，蒸腾起一片白雾。师姐连续施法，火球火墙火龙层出不穷，我且战且退，看似被压制，实则在观察她的招式。100招过后，我看准一个破绽，一剑刺出，寒气爆发，整个演武场瞬间结冰，师姐被冻在原地，动弹不得。我收剑道承让，全场寂静，随后爆发出惊呼。父亲在高台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楚月兰脸色难看，她下一场的对手是墨渊，2人激战300招，楚月兰险胜，但消耗巨大。4强赛，我对上天剑宗的大师兄剑法卓绝，灵力浑厚，我苦战500招，最终凭借冰心佩的防护和冰封万里的突然爆发，勉强胜出。另一边，楚月兰也战胜了对手。决赛是我和楚月兰的对决，演武场气氛达到高潮，所有人都想知道重伤出狱的穆凌雪和一直被我压一头的楚月兰究竟谁更强。我们相对而立，楚月兰拔剑说，我会让你知道，靠外物得来的胜利终究是虚的。我微笑道，我也会让你知道，真正强大的是本心。钟声响起，比试开始。
楚月兰率先发难，剑如惊鸿，直刺我心口。我侧身避开，反手一剑还击。我们的剑法在远古时期其实同出一源，都是寒霜剑诀。天眼宗和凌霄宗本为一宗，千年前两位老祖师兄弟不和，最终师弟带着部分弟子自请离宗，建立了天眼宗。自此，两宗变成了表面和谐，实则对立的宗门。天眼宗的剑诀华丽多变，而我的剑法则古朴沉稳。百招过后，楚月兰渐显焦躁，她本以为能速战速决，却发现我比她想象中更难缠。她冷笑道：“木灵雪，你以为有冰心佩就无敌了？”她剑势一变，剑气中竟夹杂着一丝诡异的黑气，是魔气。我心头一凛，冰心佩自动激发，淡蓝色光照挡住黑气，但黑气腐蚀性极强，光照竟出现了裂纹。高台上，父亲猛地站起，问这是什么功法？其他宗门宗主也意识到了不对劲。楚月兰自觉暴露，眼中闪过狠色，索性不再掩饰，黑气大盛，他整个人气势暴涨，竟从金丹中期直逼金丹巅峰。身后三条漆黑狐尾须影骤然展开，眼中红光迸现，有宗主惊呼是魔功灌顶。楚月兰狞笑道：“木灵雪，这是你逼我的。”他一剑斩下，黑气化作狰狞巨蟒朝我扑来。我深吸一口气，将全部灵力注入冰心佩，玉佩光芒大盛，在我身前形成一道厚重冰墙。巨蟒撞上冰墙，冰墙碎裂，我也被震飞出去，口吐鲜血。墨渊惊呼师妹。观战席上，洛川握紧了拳头，眼中暗金色光芒剧烈闪烁。楚月兰步步逼近，得意道：“结束了木灵雪。”父亲本要出手，却被天眼宗宗主出手阻拦。天眼宗宗主吕须微笑说：“穆宗主，既然是小辈比试，也要等结果出来了再说。天眼宗自然不会放过入魔的圣女，但也不允许有人掺和比试。”众人哗然，天眼宗这是要凌霄宗后继无人啊！就在楚月兰举剑欲刺时，异变突生，我怀中的凌霄宗主令飞了出来，爆发出耀眼的冰蓝色光芒，将我笼罩其中。光芒中，我伤势迅速恢复，气息节节攀升，直达半步元婴。父亲震惊高呼：“宗主令护主！”玉简光芒散去，我持剑而立，周身灵力澎湃。楚月兰脸色大变，直呼不可能。我轻声道：“楚月兰，凌霄宗将传承给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一剑斩出，这一剑朴实无华，却蕴含了凌霄真诀的全部精髓。剑气所过之处，冰雪消融，黑气溃散。楚月兰的魔功被彻底克制，她惨叫一声，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三条黑狐尾须影寸寸碎裂。我收剑看向高台，拱手道：“父亲，天眼宗圣女修炼魔功，该如何处置？”父亲脸色铁青，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拿下。”凌霄宗执法长老飞身而下，却被天眼宗的人拦住。天眼宗宗主沉声道：“楚月兰是天眼宗的人，于情于理都该由天眼宗处置。”说罢便派人将重伤的楚月兰制住。楚月兰怨毒地盯着我，嘴角溢血，说：“木灵雪，你等着，魔尊不会放过你的。”我挑眉道：“魔尊，那就让他来吧。”宗门大比，以我夺魁。楚月兰入魔暴露告终，凌霄宗大获全胜。夜晚庆功宴后，我独自站在双岭峰顶，洛川无声走近，递来一壶灵酒道恭喜。我接过酒，喝了一口，说：“现在可以告诉我真相了吗？”他一愣，我说：“从你刻意在奴隶市场让我注意到，再到和我签订契约期间种种，都很难说得过去。”我转头看他，说：“我不傻。”洛川沉默良久，暗金色眼瞳在月光下如熔金流淌，半晌才终于开口道：“你身上有让我血脉悸动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凌霄宗初代宗主的气息，他曾与我族有约。我有些惊讶，初代宗主，那位千年前飞升的传奇人物。洛川低声道：“千年前，凌霄初代宗主与我黑龙先祖立约，龙族助凌霄宗镇守北境3000年，凌霄宗护龙族血脉不绝。但千年前凌霄宗内乱，我族接应之人陨落，我流落在外，直到被你买下。我心中震撼，原来一切冥冥中自有天意。”我开口问：“所以你才会帮我？”洛川单膝跪地，龙尾须影在身后轻轻摆动，说：“我以龙族之名起誓，此生追随木灵雪，护你周全。”我扶起他说：“好，那从今日起，你便是我凌霄宗的护宗神兽。”我们相视一笑。晚风中，我对着洛川讲起了我和沈回风的前世。洛川听完冷笑，说：“薄情寡义之人，怎么可能在修仙大道上走得长远？恐怕前世沈回风死亡的真相，正是和魔族魔尊有关。”我点头说：“我也这么想。”他的目的绝不单纯。话未说完，父亲的声音忽然响起，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他不知何时出现在峰顶，月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他深深地看着我，神色在月光下看不真切。我愣愣地看着父亲，以为他会问我重生的事，会问我为何隐瞒，会质问我为何搅动风云，但他没有。
他只是温柔地注视我，月光落在他鬓角隐约的白发上，他柔声道：凌雪，朝着你要去的方向走吧，凛霄宗和爹都会在你身后。我的眼眶瞬间就湿了，父亲笑了，那笑容里有骄傲，有释然，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决绝。他伸手像小时候那样揉了揉我的头，说：傻孩子，爹活了这么多年，有些事早就看明白了，你既然有自己的路要走，那就去走，爹只希望你能走得稳当些。他转向洛川，语气变得严肃，说：龙族契约之事，莫要对外声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洛川躬身道：晚辈明白。父亲挥挥手，说：好了，夜深了，都回去休息吧。宗门大比虽然结束了，但真正的风雨才刚刚开始。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御剑离去，峰顶只剩下我和洛川。夜风很冷，但我的心却滚烫。前世我孤身一人面对背叛与死亡，这一世我有了并肩作战的同伴，有了无条件支持我的父亲。洛川的声音轻轻响起，说：你父亲都知道了。我望着父亲离去的方向，说：或许吧，但他选择了不问，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放手。洛川问楚月兰被天眼宗带走，但魔尊还在暗处，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我取出那枚流影石，注入灵力，画面再次浮现，楚月兰与魔修的对话清晰可闻。我说：天眼宗宗主今日阻拦父亲出手，态度暧昧，恐怕他们内部已经被渗透了。洛川皱眉道：你想查天眼宗？我目光坚定，说：不仅要查，还要联合其他宗门一起查。魔尊所图非小，绝不止一个天眼宗，单凭凛霄宗挡不住。他问：你想做那个牵头的人？我转头看他，笑着说：怕了。洛川暗金色的眼瞳在夜色中闪闪发光，说：我的命是你的，你指哪儿我打哪儿。心头一暖，我伸出手，那说好了，我们并肩作战。洛川握住我的手，掌心温暖而有力，点头说：并肩作战。月光下，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仿佛再也分不开。宗门大比结束后的第3天，各宗陆续离开，天眼宗的人走得最早。楚月兰被锁在特制的禁灵笼里，有几位长老押送。经过我身边时，他抬起头，忽而无力地耷拉着，眼神却依旧怨毒。他声音嘶哑着说：穆凌雪，你不会赢的，魔尊大人会为我报仇。我没理会他，败犬的哀鸣不值得在意。沈回风走在队伍末尾，经过我时脚步顿了顿，他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深深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去。那眼神里有太多复杂的东西，我看不懂，也不想懂。当晚父亲将我叫到含冤洞，洞内寒气比以往更重，他的脸色也有些苍白。我心头一紧，问爹你怎么了？穆晨寒摆摆手说无妨，只是近日感应到天劫越来越近，灵力有些不稳。他看着我，神色严肃，说：凌雪，为父的时间不多了。父亲说他寿元将近，渡劫是唯一生路，但楚月兰背后的魔尊既然盯上了凛霄宗，就绝不会让他顺利渡劫。我说：您的意思是他们会干扰天劫？穆晨寒摇头说：不止，魔修手段阴毒，最擅长利用天劫做文章，若他们在天劫中动手脚，我十死无生。他顿了顿，说：所以在我渡劫之前，必须将魔尊和他的爪牙揪出来。我点头说：女儿明白。父亲欣慰道：你今日在比试场上突破半步元婴，又得宗主令认可，你是实际上的少宗主。他从怀中取出一枚冰蓝色令牌，上抚摸着上面复杂的云纹，说：这是凛霄宗主令的复令，持此令可调动宗门半数资源，包括护山大阵。我郑重接过，他笑着摸摸我的头，说：女儿长大了，有魄力，有谋略，有心性，凛霄宗交给你，我放心。他话锋一转，说：但你要记住，宗门不是靠一个人撑起来的，你身边那些人，墨渊、洛川，还有那些愿意跟着你拼命的弟子，都是你的依靠。我行了一礼，说：女儿谨记。父亲闭上眼，说：去吧，做你该做的事，记住，你身后是整个凛霄宗。我跪地叩首，退出含冤洞，洞外风雪呼啸，但我心中一片炽热。父亲将整个宗门托付给我，这一战我不能输。3日后，我携流影石与墨渊亲赴临近几大宗门。起初有人质疑，但当流影石中楚月兰与魔修的对话清晰传出，宗主们的脸色都凝重起来。魔族渗透天眼宗，下一步又会是谁？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都懂。半月后，北境7大宗门秘密盟约，共查魔宗。而与此同时，父亲的天劫气息日益迫近，整个凛霄宗笼罩在紧张氛围中。穆晨寒将宗门事务全权交托于我，独自在含冤洞做最后准备。宗门大比的余波尚未平息，新的暗流已然涌动。我下令宗门进入最高戒备，护山大阵昼夜开启。可就在天劫前3日，丹霞峰传来噩耗，为父亲炼制护劫丹药的丹霞长老，在开炉前夕突然昏迷，丹炉内丹药尽毁，炉底竟发现一缕未散尽的魔气，明显是有人动了手脚。
彻查之下，我们揪出了丹霞峰一名被魔气侵蚀的内门弟子，他供出与一名神秘魔修联络，奉命破坏丹药，并在含渊洞以西30里一处废弃矿洞内藏有关键之物。我与洛川当夜便赶往矿洞，洞内幽深，魔气森然，最深处一座以7具金丹修士肉身为阵眼的诡异阵法正在悠悠运转，阵纹直指含渊洞方向。我遍体生寒，这竟然是七星夺煞阵。此阵可于渡劫时强夺渡劫者气运与生机，转嫁施术者。洛川见状就要上前准备毁掉阵法，我却伸手阻止他，说不可，此阵已成，强毁会惊动布阵者。我快速拓印下全部阵纹，好在离天劫上有几日，可先回宗门寻稳妥破阵之法。然而就在我们返回宗门途中，护山大阵的警钟凄厉响起，双岭峰方向火光冲天，杀声震地，调虎离山。我心下一沉，与洛川全速赶回，只见宗门广场上数百魔修如潮水般涌来，为首3人魔气滔天，赫然都是元婴期。而魔修阵前一道身影让我瞳孔骤缩，楚月兰。他已彻底堕魔，黑衣翻飞，9条漆黑虎尾腰翼舞动，眼中赤红，气息竟已攀至元婴。楚月兰的声音响彻山门，厉声叫道：穆凌雪，今日便用你领萧宗上下，贺我入元婴之境。护山大阵光芒明灭，在3个元婴魔头联手猛攻下岌岌可危，各峰弟子拼死抵抗，伤亡惨重。我当即令所有弟子结双领剑阵，将领萧宗主令高举，冰蓝光芒注入阵眼，大阵暂时稳固，但所有人都知这是饮鸩止渴。楚月兰狞笑道：负隅顽抗。他与3大魔头合力，一道漆黑魔光狠狠撞在阵法光幕上，裂纹如蛛网般蔓延。危急关头，我看向手中拓印阵纹的玉简，又望向含渊洞方向，一个疯狂的念头闪过，立刻传音让洛川为我护法，墨渊师兄全力守阵，争取时间。我盘膝坐下，将全部心神沉入宗主令，同时引动怀中那枚父亲与我的冰蓝符令，2枚令牌共鸣。我与领萧宗地脉深处的灵脉产生了一丝微弱联系，我要借宗门灵脉之力，反向冲击那7星夺煞阵，以阵破阵。磅礴的灵力通过地脉汹涌而来，洛川将手掌贴于我后心，温厚纯和的龙元之力渡入，护住我心脉，神识顺着地脉延伸，终于锁定矿洞那邪恶的阵法节点。我以心神为引，将汇聚的浩瀚灵力化为最锋锐的冰灵，沿着地脉通道狠狠刺向7星夺煞阵的核心。千里之外，矿洞内传来一声闷响与魔修的惨叫，整个夺煞阵的运转骤然一滞，反噬之力循着联系倒卷而回。我喷出一口鲜血，气息萎靡。洛川一脸色一白，几乎同时，正在猛攻护山大阵的一个元婴魔头身形巨震，魔气紊乱，惨叫一声，竟从空中坠落。正是主持夺煞阵之人遭了反噬，此消彼长，护山大阵压力骤减。就是现在，墨渊看准时机，双领剑阵光华大盛，万千剑气汇成洪流，趁势反攻。魔修瞬间阵脚大乱，楚月兰惊怒交加，高喊着杀了他。他亲自朝我扑来，魔爪撕空。洛川长啸一声，竟显化出部分龙形，额生双角，臂负银鳞，悍然迎上，以金丹修为硬汉元婴魔威，死死将他拦住。我强提灵力，吞下丹药，用冰心配护体，领萧剑在手，杀入魔修群中，剑气所过，冰封百里，战局陷入焦灼。就在此刻，异变再生，一道虚弱却决绝的身影骤然从侧面冲向楚月兰，是沈回风。他不知何时挣脱了魔族的控制，脸色惨白，手中却紧握着一枚光芒紊乱、濒临自爆的雷火珠，那是天眼宗压箱底的杀气。他的眼中是刻骨的恨意与解脱，嘶吼着：楚月兰，一起死吧！楚月兰发出一声惊呼，骇然欲退，轰的一声，刺目的白光与炽热的火浪吞没了那片区域，恐怖的冲击波将附近的魔修与弟子都先飞出去，光芒散尽，原地只剩下一个焦黑的巨坑。楚月兰气息奄奄地躺在坑边，浑身焦黑，9条魔尾尽断，修为暴跌。而沈回风已然尸骨无存，唯有半片焦黑的衣角在风中飘落。他最后看向我的方向，嘴唇动了动，无声地说了句对不起，谢谢，我正在原地，前世债，今生血，就此了结。楚月兰重伤倒地，主持夺煞阵的魔头遭到反噬，魔修士气大挫，领萧宗弟子趁势掩杀，终于将魔潮击退。残存魔修携着重伤的几人仓皇遁走，宗门内外一片狼藉，血迹斑斑。我们胜了，却也是惨胜。含渊洞内，父亲感应到外界大战平息，可天劫的感应却已到了临界点，无法再压制。他唤我入内，神色平静，说：凌雪，
时候到了。我声音哽咽，说爹，我们。他抬手指住我的画，将一枚古朴的储物戒指戴在我手上。他说这里面是为父毕生积蓄与宗主印信，领萧宗以后就交给你了。他目光慈和而骄傲，最后摸了摸我的头，说我的女儿一定做得比爹好。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流下2行清泪，摇头说不，您一定能渡劫成功。父亲笑着摇头，望向洞外翻涌的劫云，说七星夺煞阵虽被你破去一角，但邪气已侵，此劫注定凶险，但有些路我必须走。他大步走出含冤洞，凌空而立，元婴巅峰的气势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天上劫云疯狂汇聚，雷光如龙，煌煌天威，压得人喘不过气。第一道天雷轰然落下，父亲凌空而立，长剑一挥，将第一道雷劫一剑斩破，紧接着第2道、第3道落下，他凭借身后修为与凛冽剑意一一扛过。可第7道天雷的颜色却突然转为诡异的紫黑，那是被魔气侵染的劫雷。父亲身形一晃，口溢鲜血，夺煞阵的残余影响开始显现。第8道、第9道落下，他剑势已乱，衣袍破碎。最后一道，也是最恐怖的一道赤红天雷凝聚而成。父亲回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有嘱托，有不舍，更多的是释然。他对我说：“凌雪，好好活着，带着领萧宗走下去。”他朗声长啸，竟主动迎向那毁灭般的赤雷，周身燃起冰蓝色的光焰，那是燃烧神魂与毕生修为的决绝。下一秒，赤雷与蓝焰碰撞，湮灭成一片赤白，光芒散尽，天空劫云缓缓消散，缕缕蕴含生机的金色霞光垂下，这是渡劫成功的征兆，也是天道对渡劫者的馈赠。霞光之中，一道虚幻却凝实了许多的身影缓缓浮现。慕晨寒的元神对着我微微一笑，随即化为流光，投向远方，那是更高层次的世界在召唤。父亲以神魂俱灭为代价，强行扛过最后一道魔染天劫，元神得以飞升。他成功了，却也永远离开了。我跪在雪地中，泪水无声滑落，手中父亲留下的戒指温热犹存。洛川默默走到我身边，将我扶起，他的手掌坚定而温暖。墨渊与众多弟子环绕而来，人人带伤，眼中含泪，却都静静地看着我。我擦干眼泪，举起那枚象征着宗主之位的戒指，声音沙哑却清晰，说：“宗主成功飞升了。”我看向众人，看向这片承载着父亲和无数先辈心血的雪峰宗门，一字一句道：“从今日起，我慕凌雪便是领萧宗新任宗主。魔祸未平，前路艰难，诸位可愿随我，护我宗门，守我北境。”短暂的寂静后，震天的回应响彻双岭峰：“愿随宗主，护我宗门，守我北境。”声浪如潮，冲散了悲戚，凝聚起新的力量。我转身望向魔修退走的方向，望向北方那更深沉的黑暗，开口道：“洛川。”洛川拱手回应：“属下在。”我高声道：“传令北境盟宗，领萧宗新任宗主慕凌雪将彻查魔宗，清剿余孽，凡有勾结魔族危害北境者，虽远必诛。风雪依旧，但领萧宗的旗帜会永远在这片雪峰之巅猎猎作响，屹立不倒。我的路，领萧宗的路还很长。”